顾爸母吃百里。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老年医学部的詹鼎正医师。我常会跟大家讲说，健康检查就是一种筛检，所以呢，要做检查之前要先有很好的心态。为什么呢？如果您知道你是那一种检查完之后会超级紧张、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的人，可能就不会建议说太常去做检查因为做完一次检查可能半年都不会睡觉了这样子。那反过来也有一些人做完以后就是那个数字放在那边，然后可能就知道了也不去管它了这种人做检查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对他来说他就是数字也不会紧张，那就失去了检查的效果。我们检查的意义应该是说，如果有异常的可能就要有定期追踪，可是这个定期追踪大部分都有所谓的指引，就譬如说我如果血糖偏高可能就是3到6个月后让我们好好的运动减少糖分的摄取然后控制血糖之后我们再来做追踪，也不需要说每个月就要测一下血糖等等。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跟医师好好的配合，也就是说，当您有异常的数字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找一个你可以信任的医生。那大部分的事情都跟这位医生做配合，然后来做一些追踪。医生通常就会依据所谓的实证，就像肺部假设有一个结节好了，如果很大颗的或形状很奇怪的，可能马上就要去给所谓胸腔科的专家看，然后评估要不要来开刀。那如果说比较小颗的，搞不好半年或3个月，甚至有些建议说1年再做一次追踪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有不同的临床的指引。那如果说您跟这个医生本身关系也都蛮好的，然后就可以好好的很诚实的问他，觉得说怎样做大家会觉得彼此都安心。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尤其是医生他也绝对不希望去 miss 掉什么东西，所以医生也会站在跟病人还有学理上取一个平衡，让追踪这件事情变得大家不会说太困难，然后也不会说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烦恼，就一口气要看很多很多个医生。那另外呢有一些病人检查完之后就变成已经有疾病，那如果有疾病就不是只有追踪那就是要治疗。那譬如说已经确定检查出来不是只有血糖高，已经有糖尿病，那糖尿病高到某种程度就应该吃药。那除了吃药之外呢，他可能每年要定期做的看看有没有这个尿蛋白啦，然后看看眼底有没有出问题啦，然后看看他这个脚的感觉有没有出问题啦那通常我们就有一些管理师可以跟医师来配合做糖尿病的个管那同样的高血压也是一样，如果血压已经高到某种程度，那又经过饮食的调整没有办法下来的话，那就可能需要服用药物那也是要定期的给医生看所以我们一再强调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健检是一个手段，这个手段之后一定有一些异常，并不是说每个异常都是疾病。如果是疾病的，我们就应该有相关的处置，那也不是所有的处置都一定要吃药或者所有处置都要开刀。那我们就是依照临床需求然后对所有的异常然后做各个不同的分类需要治疗我们就治疗，需要追踪我们就追踪但是最主要是应该就有一个医生，然后好好的跟着这个医生把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其实这个时代因为有很多科技可以帮忙嘛所以呢我们希望很多东西可以自己做健康的管理。举例来说啦，你可能可以自己量血压啦，然后自己量心跳啦，然后自己量体温啦，然后自己量血糖啦，如果需要的话然后这些东西现在也都可以上传，就有很多的这个软体都可以使用当自己做一些管理之后呢，每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给他看。那甚至现在也有所谓的远距的服务，那这些东西就是看看这是一个价值的服务。那甚至也有很多医院或者是健康的中心，他们就会所谓的健康管理的会员制，其实都可以帮助大家做健康管理。那我们比较相信的是，很多东西如果一个人自己做，然后都没有互相彼此的沟通，或者是彼此的这个勉励的话，其实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如果有人盯着你，然后常常跟你提醒说，今天药有没有吃啦，今天血压有没有量啦等等，那通常你的效果就会变好。所以呢，不管是医院或者是所谓健康管理中心，他们一些服务其实听起来都是不错的。